那真正讓華府感到擔憂的，還有就是大陸的這個工業的產能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快速。一年他這邊計算說，35萬噸的新艦入列，造船能力更是美國的232倍。美國在伊朗打了一個仗，結果呢把自己給輸下去了。最後呢必須要到他的競爭的對手北京這邊來去尋求，請他來幫忙你維持一個作為海上霸主關鍵的海峽秩序，因為你自己沒辦法掌控。好，今天特別來關心到的是被視為中國大陸的軍力要稱霸印太嗎？因為呢，這邊華油這邊也親自做了一個認證，說解放軍的軍武全面的反超。他有特別提到這當中的特別幾項的軍武是這個華油特別擔憂的部分。等一下我們會來特別看。另外今天也稍微關心，包括了在軍力上面055鷹擊18、鷹擊20撕裂美國航母第一島鏈的問題。今天我們會全面的做解讀。好，川習會剛落幕，但是這個說是不是表面的和平呢？因為印太的海面上其實並不平靜的。我們來看到的是媒體爆出的，中美元首正在握手談和平，同時第一島鏈周邊有90艘的共艦滯留，被視為是在區域的風控、聯合作戰跟戰略威懾等級的一個最新部署。美國則是在這同一時間擴大它的這個軍事動作，打造了關島神盾系統之外，還部署海馬士在菲律賓，並且呢，他這邊最新預估在2031年，他要將艦隊的規模不斷的擴大至450艘。川普還說，他要繼續的力推他的精瓊飛彈的制造。那麼現在說呢，這個金額恐怕高達了1.191兆美元，這是來自於國會所算的一個成本，遠高於川普先前說只有1800多億的金額。那麼，對於現在美國的國債都已經突破了39兆美元，如果再加上這種擴軍的費用，恐怕財政上面的負擔是相當吃緊，而且吃力的。委員怎麼看這個習川會才一結束，先是這個90艘的共艦滯留，另一方面美軍在擴大在軍事上面的各種準備行動，印太現在是更危險嗎？中美是否步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委員怎麼解讀？對，什麼叫做修昔底德陷阱？我想在過去這段時間，很多這個專家都提出來過嘛。那麼直白一點，用白話文說，就是當某一個強權在興起的過程當中，你就會引起既有的強權的不安，然後這個既有的強權就會跟這個正在興起的強權爆發衝突跟戰爭，這就是所謂的這個修昔底德陷阱哦。那麼如果我們仔細看一下，我認為中國大陸還沒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可是美國已經陷入了。就是從過去這麼長一段時間，美國就已經把中國大陸當假想敵了。包含剛才永明都講到了，你說連這一次的這個習川會，美國的媒體也並不見得給中國大陸多少正面的肯定跟期待嘛。所以代表長期以來，其實美國的媒體也好，美國的產業也好，美國的政治人物也好，他就把中國大陸当成一個非常重要、正在興起的威脅啊，能夠盡早把它打下來就盡早把它打下來了，絕對不會手軟的哦。所以在過去這段時間，我們看到了美國在各個層面對中國大陸進行了打擊，關稅，中國大陸現在關稅是美國所課最高的吧，55%了哦。那麼我們看到的像這個高科技相關的這些這個設備的封鎖，然後包含像這個地緣政治上的布局，其實都是以中國大陸當假想敵的。我覺得中國大陸並不笨，北京政府也清楚哦。今天不管習近平跟川普要見幾次面，那麼最終這個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敵意，事實上是不太容易降下來的。那麼也就是說，中國大陸跟美國都在跟時間上做賽跑嘛。美國現在在玩的就是遠交近攻的政策嘛。它短期之內在很多層面上沒有辦法對中國大陸真正造成實質的打擊，特別是在軍事力量的這個部署上，所以它必須跟中國大陸握手言和。然後，但是它卻減除了中國大陸在其他地區的這個相關的這些盟友跟支持的力量。同時，它正在積極的這個打造自己的海軍，新建自己的這個軍備哦。那麼一旦讓美國完成了它這些相關的布局的時候，中國大陸就不會有好果子吃的了。所以我覺得北京政府也不笨，他也很清楚。那麼為什麼這個在習川會的過程當中，第一島鏈還有將近90艘共艦滯留，這個也不意外啊。因為事實上，第一島鏈有日本現在正在不斷的這個蹦跳挑釁哦，那麼這個還有菲律賓也企圖在南海生事，那你更不要講台灣問題現在是重中之重哦。那麼中國大陸對台灣也沒有手軟哦，所以這就是我剛才不斷的在強調的問題。如果今天第一島鏈是安全的、和平的，不用有90艘共艦了。習川會吧，
當然應該營造一個非常和平、歡樂的形象啊！你幹嘛要擺這個90艘弓箭在那裡呢？顯然這是個兩手的問題啊！在台面上我跟你交朋友，我知道你遠來是客，可是我並沒有放下我該所做的這些布局跟防範的措施。特別是我不斷的要強調一件事，就是演習要投入的成本非常高，這個艦長很清楚啊。任何一场演習都不可能是免費的哦。那麼中國大陸這麼多場針對台灣的演習，都已經進逼到台灣的24海里了。那你認為說中國大陸演習是演習來玩的嗎？演習給台灣好看的，嚇一嚇台灣，要耗費這麼大的軍事力量，要投入這麼多的資源嗎？什麼時候哪一天會不會由訓轉戰呢？烏克蘭就是最好的教訓呢。俄羅斯當時演習結束的時候，所有的西方媒體看着俄羅斯用火車把他的坦克車運回去，大家都說哦，這關過了，不會打了。第二天就動手打了。所以我覺得，其實對中國大陸來講，它有它的盤算，它有它的 agenda， 它有它的時間表。對美國來說，它已經推到第二島鏈了嘛。所以我們剛才這個思明給大家看到的，美國就是積極的在部署第二島鏈的防禦，但是某種程度來說，它就已經棄守了第一島鏈了。好，所以我們看到呢，現在在中美的对峙之下，美軍是否是陷入在修昔底德陷阱，大家也在持續關注。因為呢，從動作上来說，確實它現在正在快速的擴軍。那背後其實主要我們也來看到，因為華盛頓郵報最新做了一個分析，他說呢，他引述的是美國的前 CIA 的分析人士說的，說中美之间在軍事武器上面的差距哦，除了說在核潛艦上等少數領域呢，美國還是保有一定的優勢跟領先之外，他特別提到，其實很多的方面現在呢是局部領先美軍的，也就是中國大陸是局部領先的，甚至是快速的逼近。那當中的幾款武器包括了飛彈、電子戰、太空反制跟無人機哦，無人系統都是美軍現在最擔心的。那真正讓華府感到擔憂的，還有就是大陸的這個工業的產能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快速，一年可以新下的水軍的軍艦總噸位是美國的14倍，超過北約多國總和的3倍。那一年他這邊計算說，35萬噸的新艦入列，造船能力更是美國的232倍。但是美國呢，我們看到我們剛剛不是說嗎？美國要造這個軍艦達到450艘，但是現在它造艦的量能確實是非常的吃緊。再加上最新的事情，就是這個最強航母福特號被迫在海上連續部署326天，創美軍史上最長紀錄。許多的士兵說精神崩潰哦，有人返港第一次哦，出生的4個月小孩是他第一次看到的。楊老師怎麼看這些現象？小孩出生4個月才看到，那是很難過的事情哈。對，雖然他大概是可以用手機在網絡上看到。3點了，第一個。現在這個時間點，美國的軍事還是全球 No.1， 對，這個沒有話講。它的軍事預算是9000多億，是中國大陸的3倍。它的全球的基地有750個，也只有它有全球有基地，而且各國跟它有簽軍事條約的，從北約到日本、韓國也給予它軍事基地上的支持跟演練。那當然它有核子彈頭5000枚。那中國大陸目前大概是600枚，可是第二點，大國的軍事力量不是這樣子在玩戰爭遊戲的來比較，單純比較數字，因為你不會真的進行大國之間的直接戰爭，因為有核子武器，所以當核子武器出現的時候，核子強國不會直接的發生戰爭，那叫世界毀滅，所以呢，他就必須要用軍事武力，也許透過代理戰爭消耗對方。最重要的是透過軍事武力來去實踐他的外交跟經濟政策，要其他的國家在低頭，然後呢屈服於他的軍事的壓力之下，然後呢可以在區域的秩序當中去慣行他的想法，比如說在中東，比如說在東歐，你看到美國，那過去美國就是無往不利啊，現在你發覺到處處撞壁，那就是為什麼？那就從5月份開始。就陸續的報道，其實我們都知道，剛才大前委員講，第一個5月1號，美國的《紐約時報》一篇好長的文章，就在講美國的海軍已經面臨就是這個悲哀的衰落了。就剛剛你講的一連串的數字，還不包含它還有好幾個造艦計劃，連續花了數十億美元之後呢，就取消掉。最近一個就是去年下半年取消掉的
叫做新作艦造艦計劃。所以它的整個艦艇的設計跟這個目前這個，如果說艦艇有怠速的話呢，那已經落後中國大陸了。然後呢，到了5月的第一個禮拜的時候，2位參議員在《華爾街日報》寫了一篇文章，說美國的空軍已經輸於中國了。好，所以如果你真的叫，然後你再看，最重要的是美國在伊朗打了一個仗，結果呢，把自己給輸下去了。最後呢，必須要到他的競爭的對手北京這邊來去尋求，而且剛才我講的那個白宮的那個 readout 啊，他那個 fact sheet 裡面，他就提到，中國大陸跟美國同意這個戰爭怎麼樣，然後呢，海峽的通行是跑到你的競爭對手來，請他來幫忙你維持一個作為海上霸主關鍵的海峽秩序，因為你自己沒辦法掌控。所以你全面的這種衰退，那這個時候倒過來就是，第一個，你對你的對手就沒有辦法用軍事力來要求他政治上的退让；第二個呢，你對區域的影響力開始會衰退；第三個呢，這些國家就開始會選邊了，就會平衡了，對不對？所以就整個秩序，這個全球的秩序就開始會在重組過程當中，那應該是動盪的。那這個時候大國就要了解，如果你用大國協調的方式的話呢，尋求一個基本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如果能夠做到的話，那其實是世界之福啊。好，對，同一時間，那我們也來看到，那大陸方面呢，現在在軍事上面又有什麼樣子的準備？剛剛看到是美國，這邊看到是大陸現在正在補足的是它的095、096等等，還有它的轟20，說希望能夠好好的建立成軍它的海陸空3位一體核打擊能力，搭配的就是6代機高超音速導彈鷹擊18、鷹擊20跟055萬噸大驅，尤其特別重視在第一島鏈這邊，希望能夠更加的安全，打退美國的航母。印太現在的霸權是不是重新改寫？那艦長怎麼看？4月23號的時候，我有幸去參加了這個中國大陸的海軍節的艦艇開放。那除此之外，我還去了這一個青島的北方造船廠以及青島港。那這不給我的感覺啊，也就是之前我們大家唱的中華民國頌的部分啊，也就是青海的船廠一眼看不完。而且為什麼沒有照片？因為他說這一些，因為我們看的不是軍艦啊，是一般商船。他說這些商船，它都也是分段組成啊。他說那個都是各個那航商他們的一個機密，所以我們不能拍啊。那至於說啊，我們看到的青島港，它就跟那鄭麗文主席去看到洋山港一模一樣，從這一個貨櫃的起調，一直到運輸，然後一直到儲存，通通都無人化，它都有無人車在那邊運輸。那至於說我們剛剛講到了有關於軍事的部分，我們就看艦艇就可以了。那我們看艦艇的話呢，我們看到如果說以驅逐艦加上護衛艦的話，它的數量，北部戰區32艘，東部戰區41艘，南部戰區33艘，那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大陸透過這一些艦艇的部署，它真正的重心其實在東部戰區啊。那除此之外，那有關於055的部分啊，那055的部分，其實我們現在看到有關於央視它公布的資料，只有一件事情，也就是它13000噸，其他的都是我們靠這個論文或者是靠它的外形來做研判的啊。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實際上可以發射的飛彈非常多啊。那有鷹擊18，鷹擊18其實它到末端的時候，它可以達到那個3馬赫，那也就是3倍音速。那它的射程是在600公里啊。那有關於說它的這個紅旗9的部分呢，我們不知道它放的是哪一型，從125公里到250公里，現在甚至還有480公里的，那通通可以放進去。不過真正該注意的是，以前講到的鷹擊21，但是是鷹擊20的部分，也就是它已經把彈道飛彈直接放進它的一個垂直發射系統。那這個是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它的發射的狀態。那如果透過詹氏武器的這一個Defense Weekly 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雙錐體可控制翼，也就是它可以在進大氣層之後，它可以改變攻擊的目標。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它除了這樣的
只要是具有垂直發射系統的，通通可以做啊。那另外，我們剛剛前一段我們還講到了東風27的部分。東風27如果按照美國的資料的話，它可以打8000公里啊。那它的這一個，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在去年的93閱兵沒有出列，可是它也已經在去年的12月展現戰力了。也就是實際上來講，它從太原衛星發射場發射之後，它實際上飛了2746公里，但是它轉了一個彎，也就是它實際上驗證了它的一個在大氣層中轉向的部分。那至於潛艦的部分呢，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只有095而已。那這一個部分呢，其實在2023年的時候，我們已經從這個美國的這一個海軍的戰略學院這邊的一個資料上面，我們可以看到，除了095之外，那還有096啊。那它的這個，我們看到095，它當然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一個比較小的一個垂直發射系統。那096是比較大的部分。那比較大怎麼辦呢？那它其實有各種的綜合方法，也就是把這一個彈艙呢，就是它可以容納我們剛剛講到的飛彈，一個彈艙放3個。那這些到底是可以容納哪些飛彈呢？我們在去年93閱兵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了鷹擊15、16、17、20，通通都可以。那這一個部分，也就是我們常常講到的解放軍的體系化建軍。那它的攻擊模式不是只有單純的反艦飛彈而已，還有彈道的反艦飛彈，還有直接水面下的威脅。接下來要看到的是中國大陸的軍工整套輸出有沒有可能改變全球的軍售版圖呢？今天會來特別看到包括了潛艦鷹擊18到殲35，北京不只是賣武器而已，還有包括整個中國版本的聯合作戰體系都直接外銷了。那現在另外一方面，美軍大家在討論它的 F-35的神話是不是崩了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探討。好，我們來看到的是這時候大陸的軍工正在整套打包，并且要輸出嗎？今天我們會來看到的是幾款賣給這個巴基斯坦的武器。那等一下會一起來看，不管是鷹擊18，或者是麒麟級的潛艦，或者是殲35。好，我們先來看到的是鷹擊18，這一次透過中國的官媒首次公開展示了淺海、深海潛射的一個畫面。我們先來看一段現場畫面。好，我們可以看到，透過畫面呢，導彈命中了這個靶艦後，是直接撕開了一道橫向大約是15公尺的裂口，爆炸威力幾乎可以摧毀整個後部的艦橋。那麼畫面播出來之後，其實讓外界感到非常的震撼。我們稍微來了解一下這個鷹擊18，其實呢，它是中國大陸在遏制的反艦的導彈基礎上自行研仿升級的武器，並且我們看到它具備高亞音速的巡航跟末端超音速的突防模式，巡航的時候最高是達到0.9馬赫，那麼末端可以達到3馬赫的衝刺，因此會讓攔截度暴增哦。火力的配置現在說會直接的輸出給巴基斯坦來做使用。那麼鷹擊18其實也會用在麒麟級的潛艦上面。我們特別來看到是中國大陸接下來會交付一共是8艘的這個麒麟級的潛艦，前面4艘會中國建造，後4艘會技術轉移給巴方自己來做生產，來提升巴國的國防軍工產業。那麼正式交付給巴基斯坦之後，水下現在來看到它的排水量達到了2600噸，可以連續潛航最多達到21天。搭載533毫米的魚雷發射管，可以發射鷹擊18的反艦導彈。最後，我們來看到的是大陸方面也希望是不是年底前要賣給這個巴基斯坦它的殲35呢？央視也曝光了一架是編號0001的印有 AVIC 標誌的殲35滑出了機庫。現在說是不是就是給巴基斯坦的，也是第一款出口的殲35呢？來看一下殲35的小檔案，最重要的是來自於這個他們自己的專家，也就是它的總設計師。殲35的總設計師特別提到殲35的3個重要特性，第一個當然就是它的隱身性能了。官方也宣稱殲35的雷達面積比人的手掌更小，推估只有F-522的
的它的1/25而已。再來，它是高度的資訊化整合的，具有彈射、滑躍、雙模式的起飛的功能。所以節目一開始也特別來請教賴老師怎麼看剛剛看到的鷹擊18到前艦再到殲35一次打包賣給巴基斯坦，來看一下它的戰力如何，又如何可以來改變在南亞這邊的軍力平衡？它影響會很大啊，因為原本印度它的基本的戰力啊，它採購的是像例如說包括跟法國、跟美國等啊，還有英國的地面部隊，它原本的戰力，印度人認為它是比較強的，所以他對於巴基斯坦的態度基本上都是不友善，甚至不禮貌。但是從去年的空戰啊，這個印度完敗。不是完勝哦，對，印度慘敗啊，完敗的情形下，我們看到印度的氣焰突然間消了，這個時候巴基斯坦的自信往上升了。那最主要的就是用中國的殲10C這樣的一個戰機，現在更傳出說鷹擊18，鷹擊18這個導彈基本上來說，它是有3種發射的載具，你可以用轟6K 從空對艦的一種打擊，你也可以用水面戰艦，那你也可以用這個潛射，這次它證明的就是用潛射的發射載具，它的作戰半徑比較遠，它可以到600公里而且它的彈頭我們叫做作戰室它的彈頭到300公斤左右，所以它本身可以炸裂一個這個導彈驅逐艦或護衛艦。那你想，當中國大陸把這種隱身的戰機、潛艦還有這種導彈都給巴基斯坦的時候，它當然對巴基斯坦的海空一體戰的作戰能力當然就有提升嘛，那它會改變巴基斯坦跟印度之間的關係。我覺得這個最主要的影響還是來自於對中東海灣國家的影響會更大。為什麼？因為印度跟中國大陸買武器裝備的可能性是很低的，所以大陸基本上不是很考慮它的武器裝備去滿足印度的需求。可是滿足了巴基斯坦，也會影響到斯里蘭卡。因為斯里蘭卡事實上還有孟加拉他們對中國大陸本身也已經表達出他們的興趣。另外一個最大的影響，我覺得可能會來自於海灣國家，像沙特阿拉伯。沙特他在這一次就預防戰爭這個部分裡面，他向巴基斯坦引進了2個中隊的這個防空兵力，也就是空軍那我們也看到巴基斯坦派出24架的戰機進入了沙特，來幫他協防這個沙特的領空。這個代表說，如果未來殲10C的戰機也進去，甚至殲35戰機、隱身戰機也都進去到這個沙特阿拉伯去駐防，或者是在那個地方演練的話，會使更多的海灣國家近距離的接觸到中國這種隱身戰機的特性跟它的優異性。這個對於中國大陸在海灣國家所武器的銷售這個部分會多一個選項。因為目前來講，像沙特跟中國大陸買的彩虹無人機已經多了，還有就是洲際彈道導彈，另外防空的導彈系統都有。可是傳出來的有關於這個驅逐艦、護衛艦，還有導彈，甚至戰鬥機這個部分，如果這一塊空白能夠填滿的話，大陸對於中東國家的影響力當然就會更大。我覺得目前來講，用巴基斯坦同樣是穆斯林的國家作為一個武器的一個戰略支撐點，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戰略選擇。好，針對剛剛賴老師特別提到的是中國透過巴基斯坦是不是接下來賣武器到波灣國家去，甚至是擴大在中東的影響力？等一下我們會請聶老師就這個部分，我們再做比較深入的繼續探討。那剛剛同樣的問題講到了這個鷹擊18、前艦35等等賣給巴基斯坦戰力的部分，那艦長又怎麼看？其實我們在研究中國大陸它的一個戰略的時候其實不能用美國的視角來看。為什麼？因為中西的戰略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對於西方來講，他們講的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那對於中國來講，其實講的叫做韜光養晦。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鷹擊18，如果我們從中國大陸的視角來看的話，那叫做過於落後，可以展示所以它展示出来，那也就是我們在去年93閱兵的時候，我們看到非常多的飛彈，我們當初以為是跳號或者是研發沒成功，然後93閱兵一筐子一起拉出來。還沒有試給我們看，因為過於先進不能展示。那但是我們講到有關於這一個殲35的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講到中國大陸最有意思的部分，它是在什麼時候展示？它是在有關於5·1國際勞動節的一個晚會的這一個視頻裡面，我們所看到的，原來它這裡是告訴我們，它產出了一個0001號的這一個殲35，可是這個殲35為什麼它上面完全沒有解放軍的各種標誌？因為那是外貿型的，那也就是說，它已經做了非常多的一個性能的一個降低。那當然，巴基斯坦知不知道？未來要賣的話，他一定知道。那但是有幾個特點，它還是存在的。例如，它這一個，那從美國的角度，它叫做DSI 的一個进气道，那中國的說法叫做棒式进气道。這種进气道呢，其實它可以有效的將超音速的這一个空氣引進來之後，變成高壓低速的那個氣流。那這一種氣流呢，可以讓它的發動機容易使用，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匿蹤啊。那這個部分呢，其實也就是在使用的現在這種部分，大家喜歡講西方的對 F-35是啊。那但是我們所看到的。殲20、殲35也通通都是啊，那包含了這個梟龍也是使用這種棒式進氣道，但是西方用的，因為他們研究的是期程以及他們投產的過程非常久，所以我現在看到的比較少啊。那但是我們現在常常有一種說法啊，就是美國的智庫啊，或者很多政治人物說，中國大陸沒有打過仗啊，所以他們的這些裝備呢，那可能都是紙老虎，對。那中國大陸是沒打過仗，代表着中國大陸其實是愛好和平的。但是呢，我們還在停留在當年的越戰、當年的韓戰的作戰的方式嗎？不，現在連《華爾街日報》都已經指出，現在的戰爭已經全面性的改變，改變的贏家是哪一個國家？對不起，《華爾街日報》講的中國大陸。也就是當他這樣轉變的時候，所以呢，我們不能再單立於過去，用過去的知識進行現在的決策，應付未來的威脅。那未來的威脅是什麼呢？那例如說，我們看到潛艦的部分啊，那潛艦的部分，那個我們也看到，他們其實買了這一個叫做麒麟級的這個潛艦，這個潛艦其實一樣啊。可以輸出的時候，就代表過於落後可以輸出。那也就是它跟039的是很像的，但是下面這一艘呢，沒有人講清楚這是什麼。這就是700噸被美國對不起7000噸被美國一直懷疑的，現在中國大陸正在產制的這一種中型的核動力潛艦。那現在大家都說，哎呀，這個解放軍的那個潛艦出來還沒出港，大家已經聽到敲鑼打鼓了。那就是我講的，你用30年前的解放軍的能力啊。那如果我們來看啊，那個對比一下，這一個是美國海軍研究院，那他對不起，美國的海軍戰爭學院他所提出的報告，這份報告裡面到底說了什麼？他說的是解放軍的潛艦現在它的噪音程度不斷的下降，也就是它已經不是像當年的漢級的那一種敲鑼打鼓的那種潛艦。為什麼？因為當年啊，解放軍引進了 Kilo 級潛艦。Kilo 級潛艦在於北約叫做什麼？叫做深海黑洞。深海黑洞叫做什麼？最高等級聽不見。那聽不見它的聲音的時候，你更不知道它的存在。為什麼聽不見？因為它所有的裝備會發出音響的，無論是發電機啊，無論是它的那個各種機件，它都使用這種氣電的氣閥來減緩它的聲音。甚至呢，現在過於先進的是什麼？也就是說，我們講到039的這一種，它連帆罩它都做有角度的。它要來折射這一個聲納的部分，但這一個部分呢，實際上來講，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一篇論文啊，那篇論文已經發表過了，那也就是3年多前的內容。但是它也告訴我們，解放軍不斷的在進步。那如果我們要研究解放軍，也要跟着進步。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解放軍一系列的武器都升級了，那現在是賣給了巴基斯坦。其實看在另外一個國家，也就是波灣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的眼裡哦，他其實也是希望能夠買大陸的武器的。那尤其是在這一次的美伊戰爭當中，他們特別看到的是說，在這個分散風險、武器分散風險的一個重要性之外，也礙於他們和美國相較比較友好的關係，現在只能透過巴基斯坦來引進或者是使用大陸的武器嗎？所以現在值得注意的是，背後其實有一
套模式哦，這邊叫做沙烏地出錢，巴基斯坦出人，那中國出裝備。所以市場盛傳最新消息，沙烏地阿拉伯可能提供高達120億美元來協助巴基斯坦購買大陸的高端武器。這代表說沙國想要降低對美國武器的依賴，那巴基斯坦當然了，他就是拿了這筆錢，也可以提升買大陸更好的武器。那中國則是可以把它的影響力帶進波灣地區，而不只是在南亞而已。另外一頭比較糗的事情是，美國的 F-35，現在西班牙開始改變他們的想法了，傳說不只對 F-35的態度保留，而且也將目光轉向了土耳其自研的可汗戰機。這幾件事情，聶老師怎麼看？對，的確有這樣的模式。我們現在講，您剛講到這個沙特出錢啊，巴出人，中國啊出裝備，但這一套這個系統，這一套模式已經可能不是只是沙特，而是整個海灣國家的趨勢，甚至還不是海灣國家，而是整個包括甚至你剛剛講西班牙，甚至一些其他的歐洲國家，你信不信？非常清楚的啊。各位，228這件事情打下去之後哈，也就是川普攻了伊朗而不告而打這一件事，3、4月其實好多的美國的軍事基地在海灣國家都被对人反擊了。譬如卡達其實早就發生這件事，卡達的烏代爾機場被打了以後，他們就嚴正在思考這件事，因此他開始深化跟巴基斯坦的軍事合作。這個東西已經聲音已經反交成上，只是他沒有正式簽約那個20億美元的動作，但是大家都已經知道這個動作了，也就是他知道他想要有自己的自主性，因為他知道他們跟美國只要用美國來保護，你會發現哈，美國的保護裝備實力在這個地方其實他不一定這麼強，這次被打擊到，他們感覺到沒有那麼強之外，最重要的是占有的道義並不會有，也就是美國都會為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只要你用了美國基地這個所有的軍事設備，你就會發現美國的技術後門不會給你，這第一個很重要。第二個呢，技術後門受限，第二你還會受制於美國的他要的未來的軍事政策，這樣子你有自主性嗎？因此卡達烏代爾這個機場發生事情就已經跟巴基斯坦就準備簽約。當然沙特這次跳得很快，而扎得更重6倍，121 USD OK 美元要扎下去，這已經非常清楚了。他就是要跟巴基斯坦呢來做這樣的一個深化的一個國防的這個軍工的這個裝備的這個購買。各位，你要了解巴基斯坦這國家，你以前也不覺得它有那麼厲害啊？為什麼這些感覺很厲害？對。但不管怎麼說啦，全世界8個核武國家8+1嘛。那除了安理會5大國之外呢，當然除了北韓就是印度還有巴基斯坦，所以你不能對巴基斯坦小覷哦。巴基斯坦也不能小細看它哦。巴基斯坦它國防工業也是夠強的，但是重點是巴基斯坦國防都是中巴合作，所以中巴合作這是重點。而中國有個特性叫它生產東西是量產。價錢低叫做性價比很高。第二個呢，它基本上不會給你有所謂的政治附加條件。最早中國到現在大概還不到他認為可以到霸權給政治附加條件的時候。這時候，請問你買誰的東西來，你會比較划得來？光從性價比你就划得來。那當然，你以後還有自主性。那為什麼印度當時有很多時候不願意買美國，去買了俄國，都是一樣的道理。那飛機，因為美國你要控制你，現在。以前的海灣國家認為說美國控制沒關係，你會保護我。現在發現你控制還不保護我，當然我要轉移。所以這個是已經變成一個普遍的趨勢。現在呢，媒體的資料顯示，這一次第2次訪中的規模會遠遠的不如在9年前，當時在2017年中國大陸給這個美國的規格。等一下我們會稍微看一下這個規模的細節哦。那然後呢，外媒就說，難道習近平不再仰望川普了嗎？中國手上控制的包括了稀土、荷姆斯等等。那美國接下來會如何來跟中方一起做交易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習川會其實很快哦，本周4 14日正式的登場。私下層面，我們今天要來特別看到，從形成、從規模來看，外媒說已經不如2017年當時有這種帝王般的一個規格待遇了。確定不會再有？真的是這樣嗎？先來看一下當時2017年跟今年的規格列出來，同樣兩邊呢都是3天2夜，只是說這一次今年哦，真的從扣掉了說這個飛機落地的時間，一直到下榻啊等等，真的有了行程，其實呢只有1天半的左右的時間而已。那當時呢，其實川普到訪中國大陸的時候是由習近平的夫婦一起陪同的，現在說是降為國家元首的等級的一個接待。那麼再來就是
在當時呢接見的地方，包括舉行晚宴的地方，是在象徵皇權的紫禁城。但是這一次呢，參訪的地點是天壇公園。那晚宴的地點當時也是在紫禁城，這一次則是不是在紫禁城了。我們看到美國帶的企業代表當時有29人，但是現在幾乎是減半，18人左右。中國當時在2017年下的訂單其實是非常大的，簽下了2000多億美元的大訂單。現在是說今年恐怕難以突破當年9年前的這種大訂單的規模了，是這樣子嗎？大陸第2次接待川普不再給帝王般的規格，怎麼解讀？苑老師，大家要知道哈，這個在外交的场合當中啊，這個變化是瞬息萬变。就從2017年到2026年啊，中美之間的關係的變化是奇大無比，幾乎沒有辦法相信這個形容啊。我印象中非常清楚，這個2017川普剛上任的時候啊，大家都是有一點驚訝，因為川普原來啊是以一種電視主持人的方式，然後就是用各種的情況下，那個2016年川普剛選上到2017年的時候，那正是要重新建造美国那個蓄勢待發。大家記不記得那個川普一開始很聽話的，都是用將軍當国務卿啊，後來通通鬧翻了啊，那都不曉得到了第2任都搞成這個樣子。所以川普這邊的話呢，他自己是製造這種結果，讓中美的關係的話，2018年的5月，我印象中非常清楚，那個時候美國的副總統叫 Mark Pence。Pence 的時候呢，對這個中國講話的時候，2018年5月，我那時候在上海聽到這個演講的全部內容，我當時聽完就感覺上跟宣戰一模一樣。後來就開始一連串的科技戰打壓，然後當然了，有個拜登總統的話呢，是創下有史以來美國唯一的總統，從來沒有來過中國。當然，因為疫情也占了一部分的原因，但是有一部分非常重要，就是說美國在中國人心目中地位，從基本上啊。就是說，從這個仰視啊，就是我跟你講，這個我印象中非常強烈啊，因為我那個時候我89年回到大陸去的時候，我家裡的親戚哇，他們一提到美國，真的是把卡利福尼亞都講在哈利路亞了，你知道，那感覺上就是非常非常激動啊！我跟大家強調一個重要的觀念啊，那到現在來講的話呢，因為去年呢出現了那個勞 A 的斬殺線以後，大家發覺美國哈，第一個貧富不均呢。第2個，在美國賺錢非常不容易啊。第3個，美國沒有醫療保險，不能去啊。你一個牙齒壞掉，你就馬上就要在流落街頭，流落街頭活的年齡啊，大概不到3到6個月啊，就這種情況。美國就是这麼情況，你不能沒有錢。你在美國有錢，我們只報道有錢人都是跟着。其實說句良心話，我說句良心話，這個規格啊，各方面啊，是不會在外交儀式，這個叫 protocol 啊。那美國的幕僚他們之所以在討論了很久啊，很多人覺得說你原來在天安門啊，你原來在紫禁城啊，那你現在在人民大會堂吃飯呢啊，感覺不一樣。這個美國的所有的幕僚他們都會爭執的。那美國的幕僚爭執，以前我在留學的時候，那個布魯塞爾的時候是歐盟的總部，是那個來的時候，美國總統一出來就24輛車，那大陸的領導人出來也是24輛車，這是他們的 protocol， 這是一點都不能省的。那這裡頭他們會協商。至於說我們在講的到紫禁城當皇帝，這個對美國來講不是重點，但是重點是接下來他帶的代表團裡面要幹什麼，要買什麼。然後呢，這一次很明顯的是，這個2017年的時候是中國有求於美國，那這一次的話很明顯是美國。我今天想了一下，我來不及念，大概有7、8件事情只有求於中國的啊，是這種情況下，比如說3B 啊，我舉個 beef and Boeing 啊，那這個大家3B 裡面就是美國希望中國能夠網開一面多買，但是中國本身來講，一定是拿着要買的東西當成一個釣餌，就掛在高高的，讓美國這個狗跳來跳去，這種情況。好，那我們等一下也請幹哥笑成這樣。好，我們等一下也請玉珠來幫我們看，到底是中國有求於美國，還是美國有求於中國比較多呢？剛剛其實苑老師有特別提到說，中國有求於美國的是3T， 那哪3T？帶觀眾朋友稍微看一下，包括了tariffs， 還有 technology 跟 Taiwan， 這當中包括了關稅、科技、台灣。那美國有求於中國大陸的部分則是5B， 包括了 Boeing 這個波音飛機，還有 beef 美國的牛肉，還有 soybeans 大豆，還有就是投資委員會 Board of Investment 跟貿易委員會 Board of Trade。等一下一起來看。再來就是川普不斷的強調說，我跟習近平是好朋友，他將會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跟他過去這個態度上的作風完全不一樣。現在到底誰比較佔上風？那玉君又怎麼解讀？這個我們以前看一個那個康熙大帝說，這個我希望再借500年哈，我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帝王也有借500年，因為
這兩個人根本就不在同一個時空上面啊。一個呢，他在跟2年的時間賽跑，一個是没有时间任期式的一個領導人啊。所以呢，一個呢是在這個大交易的一個思考下，一個是在大戰略的思考下。你看，關稅是一個5年的計劃，科技是一個10年的布局，台灣是一個30年的主權。对，那川普都來想什麼？川普都來想2年後的選舉。對，這個剛才老師說這個 beef 啊 soybeans。這兩年的大鬥，對不對？他這個選舉，他這個 beef 裡面的還很好笑。這個 beef 農民的想法跟這個消費者的想法還不一定是一致的。對，哦，這還不一定搞得定。对，所以就是說，一個呢在想大交易，一個在想大棋局。所以這個2個領導人呢，在這個層次上是完全不一樣的。好，那因為我覺得。這一次跟上一次有一個很大的一個不同，我們從數字上來看的話，這8年啊，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下降了將近6%，從大概20%降到現在不到14%，就是整體的調整，就是這個是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體質的上面的轉變。而且它的國內的經濟體有沒有實質的改變呢？那我們看了很多數字也很難有個定論啦。就是說，因為你看一些中文的一些報道跟美國的報道不太一樣。那美國的報道，因為很多人已經講了20年中國的經濟要崩盤嘛。那中國很多報道說他們中國內部的經濟其實越來越好的趨勢啊。那這個我不太清楚。那只是就是說，你看到就是稀土確實是中國掐住美國一個咽喉點，而且是非常大的一個咽喉點啊。那你換另外一個方向看，這個咽喉點確實是中國手上的一張王牌。那你從這個結構性的問題跟有效性的問題兩個去看的話，那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要擔心什麼呢？第一個是到底誰需要誰更多？是美方需要中方更多，還是中方需要美方更多？這是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是習近平需要川普更多，還是川普需要習近平更多？這是第二個層次。那雖然川普不再需要選舉，但是他在共和黨內，或者是說他還有他的接班人的問題，還有他家族的問題啊。我們前幾天看到，哇，這個川普家族太厲害了，他當總統2年，他家族的這個財富翻了3倍啊，從20億美金翻到60幾億、70億美金啊，這個哇，那這個以後我看很多富人都要來選總統了啊。第二個是誰主導了議題？那這些議題是由誰來綁定的？是啊，就誰主導議題，就是說，這個錢在誰手上？比方說科技戰啊。這些這個技術在誰手上啊？這個關稅啊，我們為什麼說關稅？因為中國是出口方，美國是買方，或者說大豆、牛肉誰是買方，誰是賣方？這些議題是誰由來綁定的？那最後，我覺得台灣議題大家比較擔憂的就是說，你從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到817公報到6項保證，台灣問題不應該被拿到談判桌上來談判。那今天這個議題到底是誰放上這個談判桌的？是說美方提上來的，然後中方就乾脆回應了，還是中方提上來的，還是中方只是講說我不要講武器問題，但是我不講其他台灣問題？那美方最後會不會做出讓步，說我反對台灣獨立？這是完全反對民主的一種做法。是。那我覺得如果川普做出這樣子這麼多的讓步的話，那我覺得我剛才3個答案都非常清楚，他顯然一定是在居下方的一部分，要麼他何必要做出這麼多，連他黨內可能都不一定會對他滿意或對他了解的做出這麼樣的一個事情來的。好，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幹哥，就是說誰比較需要誰多一些，那誰更勝一些些？剛剛玉君也幫我們提到，一邊是大棋局，那一邊是關乎很快的就自己的選情，那幹哥又怎麼看？好，你看，如果說如果中國人自己講說，習近平也有荷姆茲海峽，講這句話的話，是中國人自己講的話，對，那就是什麼？那就是自誇嘛，對不对？對，不是，這個是 BBC 報道的。其實這個是來自哪裡的？布魯金斯美國智庫研究學者，他講呢，中國就是有像伊朗那樣，你沒有辦法能夠越雷池的荷姆茲海峽。那一條海峽
就叫做稀土。所以玉軍剛才講得很對，為什麼？因為他們說在 AI 的正式揭開的這個兩邊的科技戰的時候，你知道中國的跳舞機器人不是很出名嗎？對不對？搞到春晚上面也有啊，對不對？現在這等於是在 AI 的產業裡面一個非常大的議題跟亮點。但是呢，它需要非常高階的晶片。這個高階晶片要從哪裡來？從輝達來。對。還是要跟美國買？沒有關係。習近平這次跟那個川普見了這個面之後，就在想，他一定要問他這個問題：我的機器人還要跳舞啊？那請問你給不給晶片呢？如果不給的話，是不是？那我們的荷姆茲海峽就會跑出來，那就叫稀土。其實中國那個分析他講得很清楚，他說中國隨時可以中斷供應鏈。美國自己本身是有稀土的，但是我們都知道，美國自力開發稀土的生產跟洗礦，那還要在20年。他們說現在川普希望在12年之內，美國的生產線自己要能夠對於明尼蘇達州以及北卡羅來納的就是礦岩能夠自己來精煉稀土，但是我覺得那個可能性是很低的，所以這個就是很簡單的道理，就是說這一次我們會談除了就是說像這個你說晶片貿易的問題之外，另外一個就剛剛玉軍有提到的，那台灣問題到底要不要談？一定會談，可是就像中國希望什麼？希望川普你要說出4個大字，叫做反對台獨，就是 do not support。可是說句實在話，要叫川普講出 do not support， 這個可能是比登天還難。為什麼？因為依照他們的外交辭令的慣例，可能說不出這樣的話嘛。因為以前普通都是說就說那個反對嘛，就是 opposition 嘛，對不对？我講反了，就是說應該是說他講不出反對 opposition 他只能講得出不支持的 do not support 不支持，對不对？我講反了。但是你現在來講的話，我習近平當然是希望你要講出 opposition， 就是反对，完全反对。那個川普能講這種話嗎？他講這種話，可能回去以後，他在眾議院跟參議院他都完蛋了，對不對？對，因為這有違他對台灣的承諾。那所以到底應該怎麼樣？我講句實在話，那個1.25兆對台灣的那個軍售在我們就是說認知的專家裡面看起來，這個議題根本就是過度炒作了。為什麼？因為其實這1.25兆的軍購裡面沒有真正能夠防衛台灣的武器。這件事情中國清不清楚？很清楚，因為真正的攻擊性武器美國沒有賣給我們。但不管怎麼樣，中國希望能夠拖延。就說至少你今天川普來跟我談過以後，你不要回去又賣東西了嘛，對不對？你又賣武器給我們的話，那我們談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所以你今天能夠站在你不支持台獨的立場，但是對於台灣的武器供應的話，是不是能夠再延緩一陣子？那這樣子對雙方其實都是有利的。我認為他們會談到很細的部分，絕對不是我們想象中說。就是打工作揖，然後去天壇一起喝下午茶，這樣就可以解決了。我相信川普是實事求是的人，更何況在貿易部分的話，他們還有很多東西要談，不是只有稀土，還有石油、天然氣，還有那個乙烯跟丙烯等等，像這些問題，老實講一句，都是他們現在最重要的議題，那恐怕是要花費一段時間的。